像流沙河一樣的，起不来。现在風特別大，嘴裡面都全部都是沙，快點走。如果车壞在這裡，幾百公里內沒人能救命。起因是我在地圖上找到了一個極其詭異的村子——達里亞布伊。塔克拉瑪干沙漠的中央，周圍沒有路，沒有其他村子，距離最近的縣城也要200多公里。從高空看，就像是廢棄的古城遺址。打開視線另一面，這次我駕車闖入死亡之海，去驗證一個極其反常識的問題：人類究竟能不能在荒漠裡活下去？晨捲風就像那種龍捲風一樣，10米以外路上来没来車都看不太見，根本都不知道路的尽头在哪裡。剛進入塔克拉瑪干沙漠，天地瞬間變臉。突然看到路邊幾個本地人坐在那個地上啊，不知道發生什麼情況，下去看一下。有時候也別嘲笑外來司機在沙漠裡陷車。你看這土生土長的沙漠老司機也被折磨得沒有脾氣，我們用绞盤幫他們把車拖了上來。現在已經算是完全的非常的深入沙漠了，沒有路，都是踩着前人的车辙痕迹在走的，全程都是没有信號。這裡最深處的流沙足足有100多層樓高，沙丘隨着沙暴隨時變換，掩埋車辙痕迹，離線導航也會淪為擺設。我心裡納悶兒，都21世紀了，現代汽車在沙漠裡都寸步難行的，千百年前沒車沒路，古人是怎麼摸索進沙漠深處的？答案就在這張地圖上，地圖上絕大多數河流用實線標注，但克里亞河卻是虛線。現在將全程沿着克里亞河的河谷地帶往北走，大部分河流的終點是大海，但它的歸途是沙漠。地圖上的虛線意味着它的流向全看天意。它是一条季節性的河流，它的河床都是不固定的，看到它的河道是非常散乱的。雨季时大水冲出的河床在旱季會憑空消失，沒有任何加油站、汽修店，沒有信號，甚至全程都看不到過路車輛，前車的車辙痕迹隨時會消失。我們只能死死跟住這條會消失的河流往前走。剛一下車，往後面一回頭，哇，這不就是紀錄片裡面的非洲大草原嗎？路上遠看白白的，就像有一層薄薄的積雪一樣，泛着白色的這種鹽鹼地，這意味着我們已到達克里亞河末端，這就是達里亞布伊村了。哇，這個就職2字兒配上後面這個廢土風，感覺是來到了遺址啊。這就是今晚我們要住的地方，這是一個大通鋪，這個鋪裡面要睡我們6個人，條件比較艱苦啊。外面風沙特別大，但是這個房子裡面他們也是認真的打掃過，沒有併入國家電網，沒有網絡，不刷短視頻，不玩手機，買東西只能花現金，一切好像停留在了千禧年。是鹹的，不能喝的。從水井裡面打出來的水就放在這個桶裡面，做了一個水龍頭，這樣的話比較方便洗手啊、洗臉。但是這個水洗臉都很難受啊，沾沾的。村裡有一口能持續千百年打出淡水的深井，這不異於神蹟啊，是他們能在沙漠深處居住的命脈。但更震撼我的是他們的房子，這個是他們的客廳，這個圍牆全部就是用紅柳扎的，還是會透光、會透風進來。它叫做八字房，只用紅柳枝、胡楊木、黃泥巴，不用一顆鐵釘，卻能在風沙中挺立幾十年。這是2000多年前西域古人的建房工藝，它竟然鮮活地延續到了今天。我們總以為能對抗時間的是豪華精妙，沙漠卻選擇了平平無奇的它。這個村子本來就不大，只有10幾戶。現在不是旅遊旺季的時候，我們看到大概只有2、3戶人家在這兒，基本上都是做生意的，其他的人家都是空置的。總體上看，就像一個大型的廢墟的遺址一樣。村子周邊有一片綠洲，達里亞布伊人世代放牧為生，吃住都很簡單，家裡沒有專門廚房，沙地上挖個坑就能烤馕，支個架子就能烤肉。因為任何現代化的大型的東西进来都非常困難，所以你看到他們家最现代化的東西就是有一个冰箱和有一台发電機。民宿老板說，小時候去縣裡上學要騎駱駝走10多天才能出去。更早些，這裡的人一輩子都不會走出沙漠。如今新村已搬遷到了沙漠邊緣，老村裡只留着零星不願離去的人們。在沙漠裡面那一段，我們的這個表顯油耗是30多升，接近40升的樣子。我覺得這樣行程呢，至少是要 V6 3.0T 以上的越野車才能比較有把握的完成這段行程，不然的話，你在沙漠中動力不夠的話，就很容易陷車，又會加劇你的油耗。天色突變，我們必須在沙暴再次來臨前撤離，前往那個無數盜墓小說、懸疑電影的發生地。1972年，美國一枚衛星升空，拍攝到了中國西部土地上赫然長着一隻巨大的耳朵，轟動了世界。在這條全國唯一可以合法穿越的無人區路線大海道上，我發現了和想象完全不一樣的羅布泊。
現在我身後就是無人区，上百公里见不到人，这里没有房子，没有建築，甚至连草都没有，起不来，起不来。无人区里最可怕的往往是这种平平无奇的陷阱，如果不是组队出行準備充分，這幾乎是所有無人區悲劇故事的開端了。路面看着都是這樣的小石子，對不對？我們挖開表面，看下裡面，全是這樣的細沙，人和車在這樣的路面上都很容易陷下去。成片的雅丹群出現在眼前，就好像闖入了一座巨大的廢棄城市。這無人區裡面是很安靜的，這種安靜啊，靜得讓人有點心慌。呼嘯的風順着雅丹的紋理傳入耳中，似有怪物在咆哮。這裡有一個曾經比青海湖的2倍還要大的超級大湖，水草豐茂，堪稱宜居，孕育了繁華的樓蘭。後來發生了什麼？盛極一時的樓蘭國最終消失了。我們終於到達了最靠近羅布泊的區域。有人說這裡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，沒有任何生命跡象的荒蕪，壓得人喘不過氣。車輛捲起塵土，如迷霧籠罩，墜入幻境。雅丹形狀詭異，排列整齊，像野生的長城，像能穿梭時空的戰艦。這裡是昔日羅布泊的水浸沒過的地方，但僅用肉眼完全無法捕捉到昔日痕跡。羅布泊究竟發生了什麼？那張衛星照片恰好能解釋一切。河流斷流，湖水被荒漠抽乾，每退縮一段，就在土地上留下了像樹木年輪一樣的傷痕。從太空看，就是那只地球之二。直到1961年完全乾涸，從此羅布泊成為一個地區的名字，陷入死寂。很反常識的是，如今的死亡禁區羅布泊是為了保護生命才嚴格禁止擅自進入。這裡是比大熊貓還稀有珍貴的野生雙峰駱駝的家。現在是晚上9點半，終於出來了。我出來的時候，車燈已經亮了，已經沒有油了。帶好充足的應急物資和救援通訊設備，組隊穿越，其實是安全係數還比較高的。對於咱們普通人來說，大的困難其實就是你心裡的那一關，特別是在天快黑的時候，你心裡的那種焦慮和那種緊張感。你從無人區回到了這個現實生活，好像從一種不真實的故事裡面突然回到了現實生活中一樣，那種感覺就是也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感覺。我們繼續前往一個能夠更加深入神秘樓蘭的地方。走出無人區，你可能覺得行駛在這麼筆直的公路上再安全輕鬆不過了，現實會給你反常識的一擊。首先感受一把全國獨一無二的特殊待遇，經過服務區就必須強行讓你進來，有的地方還強制要求你休息，然後給你一個紙條給你計時，你不休息夠足夠的時長還不讓你走。特別多這種檢查站和卡口，他也不是說在查什麼違法行為，就是要面對面的跟你說，不要疲勞駕駛，不要分心駕駛，慢一點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很離譜吧？做這一切都只是為了提醒你這裡很大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在這裡一旦錯過一個服務區，前面就是幾百公里的荒無人煙。塔克拉瑪干沙漠東西跨度約1000公里，總面積約相當於浙江省、江蘇省、福建省面積的總和。在一成不变的單調景色裡開一整天車，頭腦極容易陷入混沌。然後現在我來到了若羌縣的樓蘭博物館。對於其他古國的人，你想了解它的樣子，你可能只能通過畫像，但是樓蘭就不一樣，因為他們有干屍保留了下来，承受能力強的。接着跟着看，這位楼蘭美女，她的身高是有大概1.65米，她身前的高度可能更超過這個高度。她的面容特徵還是很明顯啊，她的是深眼窩、高鼻梁，是非常接近這個歐羅巴人种。現在能看到她的頭髮、她的睫毛出土的時候，臉上都是沒有黑斑的，卻甚至有這個真人肌膚的這種觸感。你以為沙漠裡除了沙子什麼都沒有，那就錯了。沙漠裡能保存一切。樓蘭人的帽子和靴子的经典款式都是非常保暖，款式看上去甚至都是有一种很经典的美的感觉。塔克拉瑪干的蒸發量是降水量的整整700倍，極度乾燥加上高盐碱，直接阻斷了微生物的繁殖，沙漠成為了一個被脫水封印的時間保險櫃。若羌地區呢，發掘出了非常多的乾屍，像這個博物館展出的就是距今3800年前的這個時間段的一些乾屍。所以說你能推測到這個邊的這個氣候啊到底有多乾啊？這麼乾的氣候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？我現在就在米蘭遺址，不是意大利那個米蘭啊。樓蘭國覆滅之後，樓蘭人的後裔建立的一個鄯善國。它現在這個遺址發現的位置
叫做米蘭，所以這個遺址叫做米蘭遺址。你可能在很多遺址旁邊看到的一些標語，什麼禁止煙火、禁止破壞文物，但這裡卻是很詭異的4個字：禁止打鬧。都是鄯善國的房屋的屋頂，主體建築基本上都埋藏在現在的地面以下3到5米，是空的。闷響那個聲音，在上面打鬧的話，有可能會踩空掉下去，然後一掉就掉到了2000多年前的遺址內部。楼蘭的謎題一直被沙漠拿捏着，也許若干年後，沙漠會打開恐怖的時間保險櫃，釋放出樓蘭的所有真相。我無數次刷到過塔克拉瑪干沙漠中造林植樹鎖邊的新聞。聽說塔克拉瑪干沙漠鎖邊的最後一環就是用的玫瑰，那意思是說在沙漠上也能種玫瑰。我一直覺得這只是一種噱頭，這次來到沙漠正好去驗證一下。左邊的，右邊的，這個往花園的黑邊的，右邊。好，謝謝。非常壯觀的這種感覺啊，能想象到這個樹林的後面就是一望無際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吗？真的是玫瑰花，现在的花开得非常的艳，这的確就是沙地啊，不是土，好細好細的沙。大馬士革重瓣玫瑰，耐乾旱，靠着地下水滴灌，才2年時間，竟然真的在死亡之海裡扎根了。能做藥，能當茶葉，開乾後可以當茶葉。最近2年才種這個，1年能賣多少錢？4、5千。我怎麼也沒想到，真的能在沙漠裡面聞到玫瑰的香味兒，這種感覺太反差，太奇妙了。以前是風沙很大，現在已經很好了。荒漠中乾能封存一切，水能創造一切。古人追隨天意，在荒漠縫隙裡艱難求生。我們用科技在死亡之海裡培植出現代的沙漠浪漫。荒漠鎖住歷史，而我們卻從沒有放棄，在荒漠裡一步步走出未來。